要到新一季的扶持目标无名，欢迎本期嘉宾宁静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宁静。这是不是跟你这有点呼应啊？就是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宁静。刚刚跟着不好意思，你叫什么来着？我没自我介绍，的确对我叫许天福。哎呦，厉害，这个名字很大，很大，是不是？给你沾点福气。好嘞。那静姐，首先想问一下，别人做什么你比较开心会？给我买新衣服啊啥的，给我花钱。给你花钱？好，来。你真有啊？来，你抽一个。无名刮刮乐啥的？我要刮。你看有没有？你说的钱的问题，我就很在乎。好，有啥？有1枚。静姐怎么样？有点难受，感觉你好像。不是，你们组好穷哦，能不能多一点？16枚，至少给个15枚是吧？怎么就1枚吗？后面还有。你一共只有3枚是吗？一共有。那这个采访可以结束了，非常感谢你的采访。是这样的，姐，我们有个3个环节，每个环节结束之后，你就可以获得一次。你有蛋鸡的机会。哇，好酷啊！这么酷啊！扭出来之后呢，里面会有个数字。OK。然后呢，对应的数字就是你可以抽多少张卡。就刷多少次。你是不是从小特别喜欢刮刮乐这件事情啊？你直接打开。2。你就是可以抽2张。我喜欢干脆一点啊！来，别墨迹啊！不墨迹，不墨迹。有没有钱？马上见分晓。对。5枚。哇塞！哇，再刮。这可以有啊！哇塞，2枚。发达了。静姐现在团结未开，8枚进账。哇！前面天福，我讲给你听，这个名儿取得好啊！是不是？你算给我结梁子了。结梁子是为什么？我名字起得好就给你结梁子，我好害怕，静姐，什么情况？你给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啊！对，OK 啊，好了，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，无名唠唠嗑。OK， 第一个问题，静姐，你一开始来桃花坞之前，你觉得桃花坞是什么样的地方？我就觉得肯定是不会像浪姐啊、花少啊，就是有竞技类的地。花少其实也没有竞技，但是就是。就我在想，桃花坞没事，可以展现恶的一面。对，就是说实话，最初的初衷都是觉得来放松的哈。竞技类的节目会让人非常的焦灼。这一类的节目可能会让人觉得哇，可以享受生活是这样的，做饭呀、聊天啊、吃饭啊。我在想象是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，结果到这儿还要争桃花币，还经常搞一些比赛。然后后来我也接受了，因为就是首尔，我就觉得不够美貌，你懂吗？懂。就是我会觉得哇，而且形象也没办法管理。对呀，你看。那姐，你觉得谁现在跟你最投缘？有各种缘，我觉得人生不仅仅是聊得来，投缘有很多种，就比如说说到一起、穿到一起，或者吃到一起，或者玩到一起，都有可能是一种投缘。但是这个不一定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。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挑选出来，但是每个人都有。你觉得有趣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我就越来越喜欢，比如李雪琴啊什么的。为什么会越来越喜欢？就是越来越说不清楚，反正他很喜欢我，我就喜欢他。他喜欢我，我就喜欢他，很简单。可以啊，我开始现在要越来越喜欢静姐了。你觉得桃花坞谁脑洞最大？我觉得任科不太正常。我们是选脑洞最大哦。他脑洞也大脑洞，因为我觉得太正常了，脑洞不可能太大。确实，他喜欢行为艺术啊。他说他不在，然后他就不在。他今天取一个名字叫不在，然后他就老也不在。听懂了吗？就他就不见了。我知道他的概念。对，他就是这种人。我开始觉得他是个特别离谱的人，我特别觉得他这种人像个骗子。我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有一天我跟他在那里聊了一会儿，他有聊到他小时候啊，他爸爸妈妈啊什么的。我在想，哇，好感谢他会跟我聊这些。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其实每个人你如果时间不够长，你就会误解别人了，就可能会觉得他这个人好离谱，因为他会说，哎，我们一块去爬山吧，比如啊，我举例，然后你给他约好了一个时间呢，他说，哎，你先去，我25分钟以后我们在山顶上见。他是这种人，你懂吗？就虽然我们没有约去爬山过哈，但他有很多情况是这样表现的，所以就觉得哇塞，这个男的是不是有病啊？
但是同时它很有趣，因为它会给你带来你会沸腾，知道吗？你内心是沸腾的，所以其实人是需要这种新鲜的这种血液，就这种感觉加入。所以我觉得它很有趣。OK， 那静姐，你想和污民们干什么大事儿吗？他们好像都也没什么正事儿，反正。那个任科在干件大事儿。他在造飞机，他说要把徐志胜第一个送上去，他说他成为他的第一个非常荣誉的机敏，机敏。但是我给他投50块钱，我要，就说50块钱不能干什么，但是反正是一点心意嘛，支持他放飞梦想，圆梦筑梦人，好不好？上次在桃花坞，大家给你过了个生日，这个确实是惊喜吧？差点不是惊吓就好，因为我特别怕，我不喜欢浪漫的东西。我不喜欢突然有一个人送了一把花给我啊，然后在门口点蜡烛啊、喊名字啊什么的，这不行。我当时就会把这个人从我的那个名册里面驱除，就这个人太无聊了。你喜欢他什么的？拎了一箱子行李箱的钱。哎，对的。哦，哇塞，这靠谱啊！这个我眼睛就发光，然后我觉得它闪闪发光。但我只是害怕那个浪漫，我害怕四目相对又对不上。比如说这个人是对得上的，他干什么都是对的。他如果没有对，在外面摆了一堆蜡烛，你会不会觉得尴尬？因为我是什么人呢？我们家所有人的生日我都记不起，我们家所有人也不会来问我生日，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传统。就是您不过节是吧？如果没有人提醒我，我将不会想起来。我也不会觉得没有人问候我是个问题。但如果那天有人问候我，会觉得哇，这人品真的好，就也会觉得好。所以那天我觉得他们是用心的。随着年龄的长大，我也没有那么反感浪漫这件事情。所有的人都特别认真，那天穿了80年代衣服，配合我的舞厅开业。所以就是那天他们做了这些事情，我觉得好用心哦。你知道最搞笑的是，峰哥在那里唱歌，居然所有人不见了。我在想，这么不尊重峰哥吗？然后峰哥只能对着我一个人唱，我觉得，我又要表示对峰哥的尊重，在我心里面是这样的。然后所有人都不见了，最后其实他们进去搞什么横幅干什么，然后一出来我说，哎，谁过生日？然后他们说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说啊，我以为还有20多天，最后又被峰哥牵着我的小手，牵我出了帐篷，放了什么帕瓦罗蒂的歌。峰哥把你牵出去放炮了，这个歌。没有放炮，不让放炮，放了不是放炮，放帕瓦罗蒂啊，对，放。我想特别多，我感觉他牵着我的小手，他手好像还没有我的大。OK， 他的小手牵着你的大手，然后就有远远的有个帕瓦罗蒂飘在那个空中，哇，那一刻我真的觉得。但是我没有哭啊！你说说你心里的想法。我想哭的，有点感动，但是没有流眼泪。我觉得峰哥看着我的表情是很期待的，有种东西。我在想是不是在等眼泪，然后我就在心里面挤了挤，然后还是没有挤出来。但是我的内心当时是澎湃的，所以其实我一切都是出乎我的想象的。第一阶段选人的时候，你选了弟弟周依然、董思成，3个小朋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晓得桃花会要干什么，万一他要搞什么演唱会啥的，我觉得他们3个人好使呀。要找3个苦力。不是，如果演唱会他们跳唱很厉害啊，很好用，又漂亮啊，大家看呢。那我这一组不是沾光了？比如说你看这搜索的时候要看周依然，要看董思成，就搜到我了，我就在旁边。所以你这样也要有点心思的，明白，必须得有点计划，是不是？这个是。所以我直接就把他们拉进来了。那现在对依然了解了吗？很有趣，也感觉像洋葱一样，扒来扒去都是一样的，但是老也扒不完。那考你一下好吧，依然的2只狗分别叫什么名字？一个叫小法，一个叫毛毛，是不是啊？可以，厉害，他们还想难倒你啊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2个小狗很可爱。那是你照顾他们3位更多，还是他们照顾你更多？
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，大概相互不管吧。OK， 相互。那既然你们都相互不管的话，那我们就用3个词分别来形容一下他们3位吧。古灵精怪的那个弟弟小董的话，好可爱，我很喜欢小董。OK， 小董就是那种特别善良的那种小孩，就他会心疼人，依然是另外一种超乎他年龄的一种成熟。有时候你看到他，他会像一个老男人的感觉。你不看他的脸，因为他声音也很成熟。如果你不看他的脸，你只是听他说话，然后你会觉得这是个同龄人。哦，你会有那种感觉。那我们聊聊电影了，因为静姐在这一次的咖喱电影节上呢，拿到了这个最佳影片。那么认真吗？对对。然后呢？您有没有想过之后未来你想做？我本来就是要做幕后的，如果去做导演的话，势必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去做筹备。导演的话，可能牵扯到前期剧本的准备、人员，然后中期拍摄、后期很多事情。尤其是头一次做，我觉得可能花个2年、3年是很正常的。因为我觉得人活着的意义就大概就是要有价值。但就这件事情本身很吸引，就很有价值。那聊了很多了，差不多结束了。但是最后有几个粉丝的问题，首先是想问一下静姐现在这个头发是什么颜色？把那个喊进来，问他染的。我想要的是一个白颜色的头发，他染不出来。OK， 他染的这个头发有点偏暖调，看到没有？这种头发我要用那种紫色洗发水去维护，所以很难维护啊。他不用知道，因为你换头发颜色的频率很高，对，其实对不对？这样的头皮怎么样？头皮怎么保养啊？对，来我直播间。OK， 来你直播间。好的，这个最好。就是静姐，满50减30嘛。满50哦，我们直播间没有这样减价。不是，说您那个年龄啊，说您现在就很年轻，满50减30。哦，那太夸张了。我心态可能是这样，就是那么不着四六的人，一定心态就是比较年轻。但从外貌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比同龄人我还是有点优势的。我前2天下楼梯，突然开始用胳膊在帮忙。撑那个就是你年轻人下楼梯是不是砰砰砰砰砰砰砰不会用这里，对吧？哎，老年人下楼梯会这样下一下这样，下一下这样，下一下这样，我就发现怎么然后我这2天我就保持这样下楼梯。所以其实心态是最重要的，脸当然也很重要啊，但是如果你的心态不行，你的脸也不行，肯定不行。OK， 懂了，心态。那静姐可以不剪头发吗？他们想让你留长发。我懂他们了。但是头发太长了会显得很憔悴啊，宝宝。因为你的年龄不支撑你特别长的头发，就算我有很长的头发，应该也是梳得很利落吧。如果我要是梳你这个头就不好看。我这个头吗？比如说有刘海啊，就是很年轻这种，就看上去我很憔悴。就如果我的这个年龄实际是要剪得干净，或者是梳得干净，年轻人就这样都很好看。年龄大的你去想，很吓人。所以其实留长的发最终也是造型多一点在节目里，对，但最终可能都是比较梳起来的。就不可能这样披头散发的。年龄也不适配了，知道吗？就不大对了。所以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。对。17年的时候，您发了条微博，那条微博是这样的：说儿子问我结婚什么感觉，我拿过他的 iPod， 删光了所有的歌，只留一首，设成无限循环播放，直到电池用完。我很想知道，就是放的是哪首歌？哪首歌啊？当你在一个情绪当中的时候，几乎所有悲伤的歌，几乎所有情歌，都还给你写的。你不信，你去听一下。就只要你有情绪的时候，你听每一首歌好像都在说你。其实一个人生就是这样无限循环。你没有结婚，你想结婚，就城里城外的事情，突进突出的问题，对吧？所以其实如果你没有进去那一场，你就觉得我还没有进去过境界。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大概他要进去城里面转一圈吧。他不转一圈，你告诉他，哎，我转过了，我是过来人，这不行。你要让他自己走，就是火坑你也让他自己走。但你会告诉他，他可能是这样的。它是个死循环，也可以乐观一点它是个圈圈。所以8年过去之后，你现在如果回答他的话，还是这个答案吗？我不用回答他，他比我还明白。现在年轻人都是要自己先把自己搞好，我把我的人生先捋清楚，我把我过好，我再来考虑下一代的事情。我都没有过好，我有什么资格去带下一代？所以你不用担心，
一点都不用担心。 OK， 你多大了？我34。天啊，你都那么老了，他是真年轻啊！哦，那我真没看出来。心态，我跟你一样，心态。哇，好年轻哦，我还以为他小哎。哇，好小啊。好了，那个来吧，对于静姐的回答满不满意？哎呦，等一下，你怎么敢呢？来，你说。我静姐回答的非常好，又来了。因为有一个问题，她刚刚没有机会问你哦她给你准备了一个东西，在她兜里。哦，没有，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。静姐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就是因为我问了您想不想做导演，你小心以后我找你。我就是本来想的就是说，您如果以后有机会做导演的话，我很希望有一天电影出来之后，我可以包场，然后我包场之后呢，我想看到那个电影屏幕上的那个宁静作品，然后呢，我把那个照片拍下来啊，发给你。哇！所以现在我们加个微信。可以啊。我们第一环节结束，来，静姐可以扭那个扭蛋机了。好的。啊，我那么二呢？又是2，对，一个1，够了。 OK， 好的。那第一环节，静姐获得了10枚桃花币，恭喜。哇，不老少呢，10位大呀，很满。第二个环节，屋的那些事儿。第二个环节是这样的，它是让你吐槽，就是来到这儿，你觉得特别有槽点的是什么？峰哥嘛，我一直想采访采访他。我问他有什么话题不能聊，他那天说他能聊爱情。我说那我们去骑马吧。结果他聊了一堆都是他想聊的，一样都不是我想知道的。我揣着一颗7卦8卦5卦6卦的心，结果我得到了2、3卦。所以我就觉得很无趣。结果下了马，他居然还欣欣然的说，我们还可以继续聊一下。我在想，那就不必了吧。那静姐，你不是想聊，那你为什么不开口呢？你为什么不开口？因为我很爱峰哥，毕竟他给我组织了一个生日会，你知道吗？明白明白。而且他很细心，有时候谁的裤腿，那天谁的裤腿怎么地了，有一个这么小的毛毛，线头是不是？哦，哎，这么小，就这么小。他蹲下去以后，哎，等一下。然后我转过来，我看，我在想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他拿下来的时候就这么小一个东西，真的他好细心。他可能就是很招女孩喜欢，就是因为他很暖，他会照顾别人，他会发现女生可能需要帮助，这个时候，他一会儿就打个电话，一会儿再打个电话，他好黏的。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我这个人嘛，就喜欢思绪乱想嘛，在想说如果我要有这么个男的，真的是烦死了。他说他是个生意人，然后他自己说他是个高智商的人。峰哥到时候来我都不知道怎么问。他的话语里面是这样的：对于我这样一个高智商的人，哎，他特别认真。OK， 哎是什么？我说别人坏话自己忘了。他是特别可爱的人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好好认识一下汪峰。汪峰身上有很多很少年心，就很可爱。对于这个全新的汪峰，我觉得还可以奖励一张。好的，那就第一张。全新的汪峰，真的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你们真的能把它剪出来，那太有意思了。2个是不是？那我们第2环节屋的那些事儿，就恭喜静姐获得2枚桃花币。哇塞！第3个环节，屋名服不服？我们玩一个石头剪刀布。哇，你天，那我觉得高智商表现。那我们这个稍微有点难度，比如说我们石头剪刀布，我们试一下石头剪刀布，然后你输了，你就要说赢了。哦，说反话。但我们2个人可能打平哦，这样我们就要举手叫出对方的名字。啊，我试一下啊，试一下吧，啊，有我点复杂。们试一下，石头剪刀布，赢了。你就不能说话。我不能说话，来。那石头剪刀布，宁静。这个环节就是静姐不开口，我感觉 OK 了吧 ？OK 了。我们
3局2胜。好，石头剪刀布，赢了，就这样布赢了，啊 ，OK， 石头剪刀布，赢了，石头剪刀布，天府，啊，布天府， 1-0。我已经赢了，对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就改成一把胜负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一石头剪刀布，金姐赢了，来抽一张。哇塞！但是关键这里面得刮得出来啊。一样都没有，一样都没有。OK， 这种游戏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我真的要回答吗？哦，这种游戏简直太复杂了，我觉得是可以有。我想想啊，好，我们直接来到最刺激的一个环节，它的名字你听就不一样的，就是雾惑福星降临。小星星哎，姐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我满手星星上面有颗粉色的，我把这个星星抛起来，我能抓到那颗粉色的。你抓到那颗粉色的，就剩下是所有的刮刮卡，你拿走。我拿走哎，你有多少桃花币都给我得了。这个里面应该藏着，我估计啊，起码20个以上。哎，太少了，我不愿意抢。我可是在桃花坞狮子大开口过的，我要过1万的。 1万，我通告费也没那么多。哎，那个，我说1万桃花币。1万桃花币肯定不行，姐，你小开口一下。好，我抓到就都归我，抓不到就算了。可以，那我就抓。来吧，开车。好，来。你就直接用手抓。啊，要不然呢？可以。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有，我外套脱下来，你抓。有没有这个东西？可以啊，来，3、2、1。 厉不厉害？这是第一个用扇子接住星星的女人哦。好的，来，我双手奉上这个8张，全部啊？全部。我能请你帮我刮？我帮你刮，我来帮你刮啊。5枚，2枚，2枚，2枚，1枚，没有，1枚，5枚。 哇塞，终于有一张大的了。好，恭喜静姐，一共在我们的扶持目标里面获得30枚桃花币。开森，静姐也可以凭着这个直接到乌道办领取好的桃花币，好不好？然后我非常感谢静姐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笑声，也是我笑了最开心的一次。谢谢静姐，谢谢。谢谢天福，爱你爱你。谢谢。